中国大陆事实上，它这次这蛮聪明的哈。这第一个就是它这个把观光客停掉，但它不可能全停啊。我们如果说是上一次的一个数字的话，就是钓鱼台国有化哈，大概受影响25%啦。但这个25%也会产生大概差不多0.3%。这野村证券它几次所公布的 GDP 的影响的数字，有观众讲说这0.3%它很小嘛，对不对？不要赚那个钱就好啦，对不对？那个现在日本观光过剩。看人家挑水都不会累。日本基本上它的一个经济成长是微成长，它通常就是说1%点几的这样的一种成长。那你再扣掉0.3%，它所占的那个 share 是很大的一块就像刚刚讲说，GDP 马上变负。中日之间因为高市早苗的一番言论啊，现在这个余波荡漾，关系非常的紧绷。但确实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在这个礼拜啊，看到。日方有些许希望把这个局势缓和下来的迹象，特别针对香港最近发生的不幸大火这一场灾难啊，这个鸿福苑的恶火造成了严重的死伤，高市早苗在第一时间也发文哀悼。那本来呢想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缓和一下气氛啊，但显然这样的关怀跟慰问并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效果，因为呢，在中日关系以为可以降温的时候呢。包括大陆的民间跟官方都有同步加码的动作，像是官方呢就劝阻民众尽量到日本去旅游。另外，中国大陆飞东京的航线啊减班了1到2成，明年3月以前呢会全面削减班次。还有就是牛肉水产出口的磋商停摆，高盛也警告会拖累日本经济增长，损失90亿美元的观光财。还有野村综合研究院也预测，日本的 GDP 将会因此下降0.29%。而且日本的经济内伤确实啊，最近真的很不乐观。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CPI 已经连续50个月上涨啊，使得他们的民众生活压力爆表。那中方呢，也选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说是一个 perfect timing 吗？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吗？因为最近也看到在汇率方面，人民币是升值，而且是创下历年啊算是一个高点。日元呢，则是大幅的贬值哈。那中国反制日本啊，从民生各个层面来出招，现在所引发的这个言论风暴哈，那所以大家想问的是说2点，第一个，中方还有哪些经济牌？刚才已经讲了这么多的工具啊，但是中方说工具箱里面还有很多，那日方撑得住吗？马老师，好，我觉得这个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日本现在的经济确实不好哦，因为 IMF 预估它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1%左右，但是问题是它通膨是3%，换句话说，你扣掉通膨，它的经济成长率实际上是负成长，也就是说它的经济状态确实不好。那能不能承受得住中方的这个施压，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它的 GDP 的这个总规模大概是5兆美元，然后这一次中方铺天盖地的这所有的制裁，包含观光客或竞买这个水产品，或者是在贸易上面的这个很多的制裁，好加起来大概会影响他们的这个 GDP 的成长到0.3%嘛，那这个当然是会痛，但是它本质上我认为就是如果就是双方就决定硬干上了，那其实坦白说，日本也就忍一忍，还是会过去。主要的原因在于高市在这一波的这个冲突之后，他的民调高达72%，这是读卖新闻做出来的吼。那之前这个京都这边的媒体也做出了一个民调，是在这件事件之后，高市的这个支持率增加5.5%。那也就是说，你从民调上看起来，高市现在这个强硬态度，并没有受到日本民众大多数的唾弃。老师，我想问哈。民调高，这民调我们都知道，其实民意如流水嘛，就是现在很高，但是呢，可能到时候下来了怎么办？现在的高民调算可以说是高市早苗的底气吗？我觉得其实不能算他底气，因为他在自民党其实本来就是不是多数的状态下，高市上来执政。那对高市来讲，他才上任不到1个月，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的这个声望或支持度拉起来，所以他最在乎应该是内政啊。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中日之间的冲突，无意间让他发现他的内政是往上走。所以我觉得他要妥协的可能性暂时不是这么高，因为他看起来就是需要这个民意的支持，然后加上整个日本社会，因为日本在战后已经做一个不正常国家做了80年，就他背一个原罪，对日本的民众来讲，一个世代过去，他觉得我们还要背多久？他们难道自己的自卫权都不能自己使用吗？我觉得那是一种往右派的心情。所以整个日本的社会的确是在往右走的，这个现象看得到，然后刚好搭上这一次高市的这个
谈话，所以我觉得它某种程度反映出。不见得是完全是抗中，可是它可能反映出日本人民想要成为正常国家的一种愿望。那现在中方牌还没出完，他还没有出到黑桃 A 啊。我说他的牌还有很多，你觉得他还有哪些经济牌可以打？其实因为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市场依赖非常的高，它的这个出口20%是销往中国大陆，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假设用关税或者是非关税障碍，让你这20%往下掉，你的 GDP 增长会非常痛，会比它现在这些手段都还来得大。那再来就是大家有讨论到稀土啊，稀土等于是所有高科技需要的原料。那我觉得这个因为中国大陆是最大的生产者，其实它有权把这个东西 close 掉。那我觉得这个也会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的负担。那我觉得这两张恐怕是未来中国大陆不排除会使用的牌。对，因为中国大陆其实不只是最大的工厂，也是最大的市场之一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从市场面来看啊，分析人士就指出呢，像日本的汽车啦、家电、体育用品啊这些产业都高度的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像一个品牌，这个也是台湾民众熟悉的，叫无印良品，就是 MUJI 哈。它的母公司良品计划，今年到8月为止啊，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就高达了1398亿日元，比前年还要成长大约2成，占东亚事业的60%以上啊，也是公司整体营收的2成左右。那当然，我们知道日本品牌过去是靠形象吃饭，就是大家会觉得 Made in Japan 嘛，就是日本制造的哈，所以就是靠品牌。可是现在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了哈，那所以呢，现在反而形象就是你是日系品牌呢，你反而变成了负资产。还有一点呢更可怕，就是呢中国大陆的本土也有跟无印良品类似的品牌，还有自创品牌，叫做什么呢？叫做名创优品。所以呢，万一现在是在假设，万一中国大陆的消费者开始抵制。我不买日本的 MUJI， 我买中国大陆的名创优品哈，这会让日系品牌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大大受到生存危机的威胁。所以何老师，现在你看到一方面这个日系品牌也感觉到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啊，当然这个企业当然想影响政府不一定那么容易，怎么办？当然，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在中国大陆的布局非常的深了哈。这个也没有这个，就是因为就是说中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科技战，然后就让这个中国跟日本的经济关系脱钩。事实上，在过去这个从川普第一任期经历拜登到现在。日本现在留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商社为什么不走啊？就是他们是照顾到这个中国大陆内需的。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们这些商社基本上是不能离开他的消费者。那中国它现在就是说，它没有像上一次那个钓鱼台国有化哈，钓鱼台国有化的时候，他们有弄那个反日的这个风潮，对不对？在街上看到那个本田汽车，看到丰田汽车，他会打砸，对不对？对啊，然后有那个这个日本料理店啊，就关门不敢做生意。他们当然现在中国大陆这或许他们对于所谓的这种民族主义，他们的一种使用会比较小心哈，因为这个是一刀两刃，就有时候这个你弄得不好的话，因为现在大陆这个他年轻人的就业状况事实上也不是很好，他们很怕就万一这个东西操作过头哈，这有时候会造成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内部的一个不稳。但是中国大陆事实上他这次这蛮聪明的哈，这第一个就是他这个把观光客这个停掉，但他不可能全停啊。我们如果说是上一次的一个数字的话，就是钓鱼台国有化哈，大概受影响25%了。但这个25%也会产生像刚刚这个马老师他所讲的那样，大概差不多0.3%。这野村证券这个他几次所公布的 GDP 的影响的数字，那有观众讲说这0.3%它很小嘛，对不对？不要赚那个钱就好啦，对不对？那个现在日本观光过剩。看人家这个挑水哈都不会累啊，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它的一个经济成长是微成长，它通常就是说1%点几的这样的一种成长，那你再扣掉0.3%，它所占的那个 share 是很大的一块哈。就像刚刚讲说，GDP 马上变负。对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当然会对这个日本的内需。造成一个冲击。那日本的经济，事实上日本的经济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是靠外贸，那日本基本上推升经济成长是靠内需，它内需大概占它整个经济大概60%哈，所以内需这一块，当然中国大陆哈，它用这样的一个策略是有效。那另外就是说。
就是说，像这次像 Uniqlo 说，或者是无印良品哈，他担心的倒也不是说中国大陆观光客不到日本去，他不会去无印良品的这个他新宿旗舰店去买哈。当然那个有影响，你看那个他股票市场哈，就是说那个比方讲像3月对不对？还有这个像这些都有影响，这些这个做这种观光客生意的这些股票都下跌了哈。但是事实上日本在中国也有很多的，我们去上海也有 Uniqlo 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说，日本他很怕，就是说中国会不会这个发起一个不买运动，就是说这个挂着日本品牌的这些东西我就不买。而且重点是刚刚是有替代性的商品啊，对啊，替代品牌啊，对啊，然后这个或许是日商他们感觉到的忧虑的哈，所以就是说他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这种就是说中日因为台湾有事的这个发言哈，然后能够赶快降温，而且我们刚刚讲的高民调哈。那个高市早苗事实上一上来民调就会拉到70%啊，他这个月只是讲说他保温了，他没有像岸田文雄哈这么不堪一击哈，岸田文雄的话是每个月降哈，那最后就下台哈，但是就是说你看哦，之前的很多的首相上台都70%，但是不见得做得很久，我要举的就是菅义伟。菅义伟首相上台的时候，几乎跟高市早苗一样的，但是他只有做1年，而且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持续的靠这样的一种就是说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名气可用去撑住你的高，做不到，因为这件事情事实上慢慢的会淡下来，新闻会淡下来，还有日本老百姓最在意的还是经济跟社会福利，那这个才是决定高市可以走，但是从经济数据来看的话，确实不容高市的这种那么乐观，他那么乐观，因为现在的日本经济真的很困难，所以我们可以说高市早苗现在还在他上任之后的蜜月期哈，所以这个民调很高，名气可用。可是 Russ 专家也分析啊，中国大陆现在对外已经进入到了精准经济制裁的这种格局跟成熟的模式啊，不再是说全面封锁，而是精准打击对方的关键弱点，就像是美中在互相竞争，这个互相精准掐住对方什么大豆啦、稀土啦啊，所以呢，美国呢被掐住，那使得川普呢也不得不考虑让步啊。那现在呢，在日本这边呢，执政联盟内部也传出内讧的这个消息，说维新会要扬言出走，那高市的政治地位正在受到挑战，而且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了前首相石破茂他说，日本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的食品、稀土还有医药品，他也抨击这个高市处理外交问题不能够只是过一时的嘴瘾。白话文就是说，不能只打嘴炮了啊！这个你解决不了问题啊，那接下来还是必须回到问题去现实的解决。所以我要问的是说，所以日本也知道，也许大豆、也许稀土不是他们的软肋，可是它的软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民生消费用品、电子用品，还有什么呢？各式各样的日本产品都依赖中国大陆市场，不管是在日本制造，出口到中国，或者在中国大陆经营工厂，或像无印良品在中国大陆经营连锁店的，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啊，这个经济来往是非常密切，所以高市早苗7月7号在国会发表言论的时候。那我们早知道，企业大佬会非常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后果是什么。因为刚刚贺老师有提到，就是那次钓鱼台国有化的后果，对，所以企业界都是非常非常怕，不管是观光业或其他的业者都是非常怕同样的事件会再次发生。而且我刚才想到一个流行文化。当然，而且这几天已经有很多例子，就是艺人的在大陆的活动，日本艺人的活动被取消，甚至好像有一个还在演讲的时候，对，突然被中断嘛，对，就是还没被就是说还没结束的时候，先表态了，对，突然被中断了，所以当然日本业者是非常担心会有经济的后果了，所以那个时候一大堆人在网络说，我们不需要中国市场啊，我们可以欢迎台湾人取代啊，都是废话，大家都知道了。不光是那个量体，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冲击有多大。所以最后简单请教一下贺老师，你觉得高市会因为这样的
庞大的压力，在最后，因为现在看起来有点缓下来了啊，他是要用这种 soft landing， 对，软着陆来处理后续的争议嘛。事实上，这高市在这个他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党首会谈之后哈，就野田佳彦真的很照顾这个小学妹哈，他就讲说哈，他虽然没有撤回哈，可是他刚刚这样讲哦，实质上已经撤回了。他希望用这样子，就是说给北京抛讯号，这毕竟立宪民主党跟北京的关系还是比高市早苗要好很多哈。那但是就是说，现在这高市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它短时间哈，如果它的经济数据哈这个不回正的话，事实上就是说它的这种今年第3季日本的经济数字还是往下走的哈，但这个可以，那压力就来了。这个账当然算在石破茂，就很像这美国的这个川普怪拜登，这个他们还可以怪前任，对不对？就是说那个前面的Sleepy Joe这造成的嘛。可是如果是第4季到明年第1季还是继续往下的话，你还可以怪石破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你自己造成的。然后现在日本的这种就业也恶化了，就是说他们刚刚才公布的10月已经是高市早苗，它已经上来了，对不对？他的这个就是说求人倍率就是说一个日本人要找工作有几个工作在等哈，他这求人倍率这个也变成负的了。所以这表示就是说整个日本的一个这个内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已经在出现了这种水温的这种变化。所以高市他也很聪明啊，他希望借由香港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说大火哈来放下神体，但是目前好像中国并不太领情哈。不过他已经比那个我们的赖总统要聪明哈。这赖总统好像没有对香港讲任何话。有贴文哦，有贴文，对，但是还有副总统也有连吴钊燮国安会秘书长也有贴英文。不管是不是从政治上面的一些这个考量，香港的大火确实让人觉得非常的遗憾哈。那刚刚这个何老师综合大家所说的分析呢，其实现在就看高市早苗什么时候会到他的压力临界点。那川普呢？他分别打电话给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但顺序上呢却是先习后高，也就是先打给习近平，再打给高市早苗。当然，这个先后顺序啊也起人疑窦，引发讨论。高市早苗在月初他说了一句，这一番言论呢，就是日本可能会介入台湾有事这番言论，到现在这把火还没有完全的停息，也点燃了中日这个外交的火药库啊。像中方就强烈反弹，包括现在也看到日本内部也在出现了一团混乱。那在这个敏感点呢，川习两人的热线哈。更重要的是，这几天大家都在讨论的是这个顺序上啊，为什么是先打给了习近平，然后呢，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并不是马上哦，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打给高市早苗。当然，各方的解读都有，像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的孙运这位学者他就指出，他说过去中国大陆呢都会是暗示是美国打了。但是这次却没有，显然啊，显示是中国担心与日本的紧张升级才打给川普。然后日本的舆论呢，也有人认为说，如果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就代表中国怕了。但我们要说的是，刚刚讲的这些解读全被打脸，被谁打呢？被美国的财长 Bessent， 因为他出面证实是川普主动打给习近平的。好，那先请教一下王老师，外交上我们都知道，其实。顺序很重要哈，怎么看川习热线、川高热线这当中的猫腻？是，我想这个如果从谈判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先开价的一定是弱势哦，因为你开价之后，你的价就容易被人家往下杀。但是我觉得如果以美中之间大家会这么关注，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然这两个是大国。不过如果我们要看它到底是谁低头的问题，我认为这一次比较不准啦，因为他们今年在9月19已经通过话，然后10月30两边都碰面了，所以它已经不是第一步了。那谁先打，其实坦白说没有这么重要啦。重要的是他们打的这个过程面谈什么议题，我觉得是比较重要。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次的这个谁先打的问题上，媒体比较关注。但是我觉得从政策分析的角度来看，他们各自在事后的发布会上谈了什么，我觉得比较重要。重要的原因是在于，那表示这个国家现在最在意的议题是什么？数据上也许没有这么重要，像您的分析啊，但是您刚刚讲说内容很重要，对，所以我们现在所听到媒体也报道出来的，可能都是看到是表面的内容哈，有些还可能没有讲的。是。
你觉得哪些没有讲的？我想这个在美中过去的谈判都一样，它的路径就是这样。他们谈完以后，绝对不会一起开记者会，绝对不会一起发布共同的这个公告，各自发表，但是会各自发表。然后每一次各自发表，你去比对，看起来两边谈的重点都不一样，基本上对不太起来。那这一次我觉得美方可能真的在乎的是乌俄战争的28点嘛，就是川普提的，然后他希望中方能够在乌俄战争停火上面能够做一些协助。那贸易战一下子要采购大豆，一下不采购，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双方还要对表一下，所以美方大概在乎的就是主要是这2点，然后也包含芬太尼等等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急切感好像没有这么急切，因为刚才在30号谈完哦，我觉得反而是新华社这边告诉大家，就是说台湾在战后这个国际法体系里面是属于中国，这件事情表示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这个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牵涉到 AIT 先前抛出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那如果台湾地位真的未定，在2战之后，台湾就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体系，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它要继承中华民国的这个状态就不存在哦。那这个会对于现在的一中原则，而中国是这个主权是涵盖台湾的这个论述会被瓦解掉。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上面谈的这个立论来讲，他一个是回应 AIT 过去的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然后2758号决议案里面不包含阻止台湾参加联合国这些，因为这东西发酵下去，它在不光是美国的盟国，它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间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等一下我们要特别来聊的，深入来分析一下，是说高市这番言论，就是特别拿出了这个旧金山合约来讲哈。这不讲还好，一讲呢更加炸锅哈。但也看到了说，川习2人在热线通话以后，大陆方面是先买了10船大豆，表示谈的还可以 ，Ross。当然，川普在这个时候希望双方贸易谈判可以继续顺利进行。这个川普从1月底上来一年以来，他都一直提到希望跟习近平通电话见面，达到贸易协定。虽然有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了，但是他还继续保持跟中方的这个沟通，双边的贸易。他最在意的就是贸易嘛，受到影响就不好。很明显，他在这个时候还是很在乎贸易。这个不等同美国不会批准军售给台湾，甚至赖总统以后。过境美国了，对，因为美国应该还是会答应这两件事情给台湾了。但是在整个环境之下，如果是我们看整个环境的话，那很明显，川普希望在这个时候，美国跟中国可以继续谈贸易方面的细节，而且最后的结果是中国多买美国的东西。好，那你怎么看哈？因为我们之前有讲到说，美国在高市发表那番言论以后呢，其实呢有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嘛。先不做任何的动作啊，那顶多呢，最后是由这个国务院，就先前我们看到稍微表个态。可是这次呢，幕僚就建议，我想应该是川普跟幕僚啊一起决定，但川普最后是做决定的啊，他主动打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刚刚先喊价的就是先矮了一截啦，不是吗？当然希望川普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希望这个事情可以降温了。很明显啊。如果他希望可以升温的话，他就会在第一时间在 Truth Social 会发文说：“我支持日本啊，因为中国怎么会对我们盟友这样子？”那川普没有，所以他的动作很明显。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因为过1天、2天、1个多礼拜、2个多礼拜，川普没有出来很直接说日本是对的，中国是错的。那我们早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在台湾一大堆政治人物 KOL 都在网络说台日关系怎么样，都是日本水产，都赴日本旅游等等。那我们早知道最后结果应该会是什么，所以现在都反应得太快了，对不对？你不觉得吗 ？OK， 那我问你哈。川习热线完以后，刚刚说川普后来又打给了高市早苗嘛，好，那当然这个通话没多久之后呢，跟高市的通话，来这个画面上我们看到哈，《华尔街日报》就指出呢，川普哈，因为大家都很好奇，到底他跟高市早苗在这通电话当中他讲了什么？当然现在也是各说各话哈，因为《华尔街日报》就说呢，川普确实啊是希望高市不要再刺激北京，但是日本政府一开始呢，他们是说。不好评论这个外交互动，用这样的方式来推脱。后来被一再追问下，又改口说
没有这样的事实，我们没有被施压哦。但是日本官方长官呢，只是否认内容。可是大家也看到了，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高市最近的一些动作哈，一些转折哈，反而让大家觉得真的没有吗？首先，很多人批评华尔街这个日报，很多人说这个记者是亲中，他是描述匿名人士等等，而且日本这发言人最后出来说是没有这件回事，对，日本政府否认。但是同时也很明显，川普应该是不会像高市早苗说你一定要收回，当然不可能那么直接嘛，不可能。但是同时，如果川普说那这个时候可不可以降温啊？那谁不相信川普有可能相信？日本也没有否认川普说请你在这个时候降温，日本没有否认川普有这样说，所以或许日本没有或许日本是对的，但是或许同时华尔街日报也是对的，这个也有可能啊，对，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一样的，是川普希望。不管是中国那边、日本那边、台湾这边，对，大家都要降温嘛。OK， 何老师怎么看？当然，那个日本他这通电话哈，那个应该川普想要啊，就是说去稳住日本啊，因为他这个就贝森特已经证实了嘛，哈，是美国先川普主动的，那个对那个是先发动这样的一个川习通话，而且就是我们那个从日本的新闻哈。他也透露出一些猫腻。我们台湾这个一直就讲说，这个是川普是被动，对不对？习近平主动。那当然他要营造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在这样的一个中日的这种对抗里面，中国大陆似乎在示软哈，在向美国求救。那这当然这比较符合这赖清德政府的这样的这种希望哈，但是好像是刚好是颠倒，是最后贝森特出来讲了。那这赖政府这反正就把它当成没有这么一回事哈。那不过这个我比较相信是贝森特讲的。那而且再加上日本的这媒体，他之前他也透露啊，他说这通电话事实上日本知道川普要打这个电话，他们自己已经先露了馅了嘛。就是说，如果是习近平主动打电话给川普。你东京怎么会知道？对不对？现在的中日关系坏到这个样子，北京怎么会跟你讲说，那这个跟你们高市早苗讲啊，我要打电话给川普啊，你小心一点啊，那不会嘛？对。所以如果是东京知道美国跟中国之间会有这个首脑的这个通话，对不对？那一定是美国他发动的。而且我刚刚就在想，贝森特的这番发言会不会后面已经有了一番讨论？就是你起码美方要先表示是谁主动打给谁的，当然，对吧？现在对美国来讲的话，我们在看到这个，就是说这共同社，他也证实了，就是说他这通电话事实上，这个虽然牧原人最后讲说没有，这美国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要日本克制这个，但是共同社是有信用的这个通讯社，而且共同社还有日本官方的色彩。虽然日本看起来没有官媒哈，对，但是共同社就有一点像日本的新华社一样。那他自己就讲，他说这个现在川普基本上就告示这高市早苗，这中日他不希望中日关系的紧张继续升温，对，而且他也跟高市早苗事实上这也讲了整个台湾问题。在台湾对中国的一种重要性，换句话说，就是说台湾问题是很复杂的，对不对？那你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发言上面，你要谨言慎行。所以有一句话说“剪不断，理还乱”哈，就刚刚你提到说台湾未定论的这件事情啊，刚才马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哈。回到您这边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两天看到高市在国会答询这个议员啊，同时是当时问他那个问题的。结果呢，高市的发言确实看起来是比较软了一点啊，也比较缓和一些。但是呢，他又抛出了一个说日本没有立场去评价台湾的地位哈，是外界就解读说是想要替中日的关系紧张来降温。可是他引用的是旧金山合约，反而这个更激怒了北京啊，所以呢，北京就直接搬出啊，说你拿出旧金山合约，我拿波茨坦公告，那也有人说是波茨坦宣言哈。来点名日本，说你日本必须反省，而且撤回你的错误言论。现在变成了一个法理攻防战。对，
我想这个一直以来就是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公告这2件事情，其实解决了就是在战后之后的这个比如说台湾的归属，大概在这里面就解决掉。可是问题是旧金山宣言的这个第2条的 B 款。里面他只声明了日本放弃台澎这些地方的权利，但没有说要给谁。对哦，那这个就很麻烦。其实这个应该是当时的一个 bug。那对于习来讲，最好的方式是日本在后面的某一个首相，不管是谁，他愿意说，因为他当时是当事方嘛，来说哦，我当时虽然说放弃，我没有讲说要给谁，但是我的意思真的就是给了中华民国，也就是当时的中国。那这个法体系就健全了。可是高市没有选择这样讲，他选择重申了一次波茨坦公告，当时日本确实放弃，然后这就是战败了。对，战败。那这是从此以后不关我的事了，那你们谁拿去我都不在乎。可是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根本解决在川习通话里面习近平的关注，也就是对习来讲或中国来讲最担心的事情是台湾在2战之后没有回归过中国，那台湾就不会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高市的这个提法看起来好像在降温，可是实际上他没有打到中方现在他的 concern。对，所以从国际法上来看，哈，何老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因为现在大家在讨论说，那有没有办法用国际法来解决目前中日双方所产生这个你的旧金山合约对抗我的这个波茨坦的公告？还有就是我要问的是，台湾在这时候该做跟不该做的是什么？那事实上，那个高市早苗讲这句话哈，是他在那个松下正金属的学长，那个做个球给他。他们虽然政党不一样，他去做球嘛，但是日本经常就是他们如果要解决这样外交的这个麻烦的时候，那你叫首相撤回去，那这个对日本政治跟首相个人来讲下不了台，对这个打击很大嘛哈。他们通常就是在野党做个球，然后给执政党让你有重新再讲的这样的一个余地哈。那就是说，这野田佳彦他就问到这台湾主权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一次高市早苗回答实际上是非常标准的，他应该已经学乖了哈。他上一次在国会哈，这个等于捅了马蜂窝，因为他上台之后，他好多的政策他自己喜欢跳到最前面，然后去解释政策，用这样来凸显自己对政策哈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台湾问题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对不对？这里那所以他这次很乖，他就是按照日本这个在这个台湾的主权的问题的一种这个就是来自内阁的，应该是内阁的一种统一的这种见解啦，就是战后的台湾澎湖是日本所放弃的领土，其主权归属。它不是那个我们讲的哈，这民进党喜欢听到哈悬而未决，听到悬而未决，这民进党就跳起来这个拍手哈。但是事实上，日本基本上他始终是认为说这个问题事实上我无权智慧，就是这个问题我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我已经放弃了，所以我对这个地方是谁的我不会再讲话。事实也是如此。对，那至于就是说为什么旧金山合约它没有这个就是说这个就写说归还给谁，很简单的道理，因为旧金山合约当时。这个北京跟台北不管哪个中国政府都没有参加，所以在没有任何中国政府参加情况之下，他不会写明给谁。就如同日本在那个旧金山合约里面，他也放弃了这个库页岛啊，也放弃了这个北千岛群岛啊，但是他也没有写说。归还给苏联嘛，因为苏联也没有参加嘛。老师，那您觉得台湾在这个时候该做跟不该做的事？事实上，我觉得从中华民国政府来讲的话，这个我们怎么可以对我们自己所管辖的这个台湾澎湖，然后自己自我否定说这个地方的主权有问题呢？那你现在你中华民国你在统治什么？对不对？就有任何国家可能都基于自己的利益，他挑战，可是你中华民国不能够挑战。对不对？你不能讲说，我希望变成台湾共和国，所以我就挑战。但是你只要你还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你在你的位置上就不能挑战中华民国拥有台湾这件事情是有国际法的瑕疵。现在这个争议啊，现在余波荡漾，还是中日之间啊，最近两国这个风波跟争议啊。那么美国现在看起来好像。似乎是采取闭上关的一个态度，哈，目前还没有及时的看到说有什么样一些介入或者是出手。但是呢，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日本安全政策专家一位叫做霍农，他就认为说呢，其实日方并不会出于保护台湾的理由而投入台海武装冲突。确实啊，每个国家都考虑的是自己的国家跟安全、经济的利益受到影响才会有所动作。那么霍农也直言说，日本并不负有防卫台湾的责任，因此所谓对于日本构成生存威胁的情形，主要呢还是牵涉到美方跟美方之间的集体防御。
而美国的军事报这个星条旗呢，则是指出，日本计划新建大约有130座的弹药库，大部分都位在日本的西南诸岛，主要是用来储存射程长达数千公里的远程飞弹。日经亚洲更进一步指出，等到未来加紧训练完成之后呢，日本航空自卫队还会把他们最新锐的 F-35隐身战机的这个机群呢，派到西南诸岛去执行制空跟拦截的任务。那么在西南诸岛目前规划而且已经在进行的各项军事作战计划，如果我们从兵推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于解放军实质上会产生的吓阻效果，要如何来评估？我先请教黄老师。其实从这个安保3文件推出以后，还有刚刚接种也提了，就是日本一方面也受到美国的要求了，就是要提升，所以日本增加国防支出是早在这个贸易战之前了。所以我觉得就推演来讲刚刚那个主持人讲的这些东西，真正要做好大概21大已经开完了。换一句话说，现在口说的要建构的所有的能量，包括西南诸岛，其实不用讲未来要建设，光现在的飞弹部署，基本上已经可以阻绝中国的人民海军的舰队从宫古那附近，就台湾北方要出去。所以你看这个解放军的军演基本上都在巴士海峡。事实上，宫古比较少，为什么？因为其实现在美日安保同盟的那种铜墙铁壁，在西南诸岛基本上已经连起来。如果真的是事态严重的话，有可能会使用武力的话，我看出岛链的几率就不高了。除非你先出去，问题是先出去不一定回得来。所以我相信中国人民海军，包括中共中央军委是知道这件事情的。那么，所以像刚刚说再加强防务，你现在再把中日关系搞成这个样子的话，它加强防务的动力会更强。所以中国大陆自己也要知道，任何事情都有反作用它倒逼日本加强防务。所以目前看来，虽然从媒体的观点我看到最近这几天的一些分析都是说这个事态有逐渐升高，但是呢，相对来说的话，政府包括双方的政府都希望把这个事情慢慢的降下来温度，是这样子吗？接中老师，您觉得？我觉得刚刚你也特别提到日本，我觉得日本当然开始采取一些行动，包括高市首相21号在官邸接受访问，可能是就把原本7号的拟打稿重新拿出来念一遍。这个方面，我觉得就代表日本确实可能感觉到事态有点严重，所以他必须要开始做些转换。但是我觉得对中国大陆来讲，他现在就是你必须要给我一个新的声明、新的论述，让他可以交代得过去。而且我现在中国大陆虽然在武力的升级上，采取的比较是感觉上比较克制，但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拉长，我有几个时间点也有点麻烦。第一个，12月13号。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日，因为特别是这几天，中国大陆又有人挖出来说，高市首相在很早以前曾经针对南京大屠杀的，比如说遇害民众的数量提出一些这些质疑。那在这个时间点上，变成是说，到了这天的时候，如果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那北京方面是不是必须要做一些动作？而且接下来大家会看到是高市会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安倍是2013年12月26号。突然之间跑去参拜靖国神社，那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上，高市还去参拜靖国神社，那我觉得北京可能会被迫要采取比较大的动作。李总老师，那我请教，如果这个情势最后突然就急转直上，突然升高的话，小规模的区域冲突有可能会发生吗？我觉得还不会，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针对性的大规模的一个演习。我觉得北京现在在看的就是说，他不想要这么快的。先推出一个针对性的演习，主要的因素也是还是考虑到华府的态度，特别是我们知道现在北京跟华府之间在谈明年4月的国事访问，那你如果太早把这个局势弄得非常的紧张，甚至于导致可能中共跟日本军事冲突发生军事意外，那基于美日安保，美国必须卷入，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的做法是，我先不去动这种计划那种非针对性的
计划性的大规模军演。然后这个方面就是，如果你日本真的在出现进一步的行动，或者是说刺激北京的时候，比如说他真的又去这个靖国神社的话，那这个时候北京就可以把我升高局势的责任转嫁给东京。那这个时候他对于华府那边也就比较能够讲得过去，而且当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北京的做法会是我适度的升高军事紧张关系。但是呢，如果这个责任可以相当程度转嫁给东京的话，对，他可能最后会诱使美方出面要求，因为美方可能为了避免卷入跟中国的军事冲突，反而美国会出面要求日本必须赶快让步。像2014年那个钓鱼台国有化的争议，之所以后来能落幕，最主要就是安倍跟奥巴马应该是在荷兰，曾经举行过一个密谈，那个密谈只有他们2个人加上翻译，然后在这个密谈结束之后，日本就马上派这个特使到北京去谈如何收尾。对，所以在当时的状况就是，奥巴马政府担心，如果双方在东海的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万一擦枪走火，美国会被迫卷入。那美国为了避免及早从危机中脱身，他可能会反过来要求东京，你必须做出让步。是，特别是第一个，你在讲这个话之前，可能没有先跟华府讲；第二个，如果你真的在这个时间点上又去靖国神社，那我觉得华府也会认为东京方面可能必须要拿出更多的行动来让局势降温。对，所以现在有一个看法是说，美方就让这个子弹先飞一会儿让这个事情看看接下来怎么样，然后高市接下来的做法会是什么。那有一张高市的这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很特别这个高市去见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时候，媒体就拍下一张照片，然后说首相的鞠躬向这个小池百合子鞠躬说那讲的是什么呢？就是高市他是一个他可以把态度放到很软的，但是呢，当他硬起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非常的硬所以接下来我想请教明老师，怎么看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未来中日关系的一个变化？我先说一下，我认为中共处理这件事情的动机，我非常同意刚刚2位的看法，不过我想补充2点。一点表面上看起来无关。11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副总统肖美琴到欧洲去做了演讲，然后接着蔡英文去做了演讲。中共认为说，怎么你们跟欧洲关系突破了？这点我必须要警惕，因为这个从赖总统上台，我们有这么多国家来贺的时候呢，他们也开始警觉，觉得说对台湾的外交包围呢，好像千里之堤呢溃于蚁穴那种感觉，他觉得很担心。现在我们到欧洲去演讲了，这个对人来说是一个警讯，这第一点。第二点，大家不要忘记了，中国大陆刚刚不是讲说内部有很多问题嘛，所以内部问题呢，一方面是压力，二方面它要转移的，它要转移的内部问题的。我知道我经济很差，我知道我失业很严重，我知道我整了这个很多文武官员，包括最近整了9名上将等等，大家心里是不满的，所以我必须要转移注意力。怎么转移注意力呢？最好就是打日本或打台湾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来的恰是时候。所以后来有一次人家问我说，其实某种意义来说呢，这个问题呢，习近平是高市的言论的受益者，因为他可以转移话题。我不是说他这个人可以完全转过去。但至少可以大家把这段时间的不满呢转到对外的问题上呢，这样可以轻很多。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刚刚讲说，他其实也想测试川普的决心。你刚刚不是说，美国方面要让子弹飞，然后刚才这个黄老师说，美国也蛮聪明的，是这样。因为我现在太早卷进去了，我也很麻烦。现在我看事态的发展，我也先不表态。你们都知道，我才跟高市见过面，然后呢，我们在上面用英文讲话讲了很久。高市的英文也不错，我们也都知道。讲了很久，讲了什么我不告诉你。但是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我们有点秘密协定。但这个秘密协定，川普会担心说，你高市是不是把我们的秘密协定走得远了一点点？所以我看一下。过分解读了一点。对你过分解读了，我知道了。我讲说你要的我什么都给你，你真的都会给吗？不会的啦，这叫空白支票，这东西是不能给的啦。他只是这样讲。当然，所以我刚刚讲说，中共方面想干什么？我想测试一下川普，你到底想帮他帮到什么地步？那对中国来说，还有第3点担心，就是我怕骨牌效应。如果这件事情我不狠狠干一下的话，大家都来的话，那我受不了的，这个不行的。所以你说展望呢？我想刚才我很同意接种兄这种看法哈。对东京来说呢，他的目标是有限的，他不希望把事情闹大，他希望说慢慢把事态平息下来。对中国来说呢？我再看一看，因为我刚刚的这些考虑都在的话呢，
我得把这些考虑都纳进来，然后我慢慢排一排。现在最重要就是第一呢，不要内部那些反弹情绪太强，我要这个内部要对日本要反弹，但这种反弹是在我党可控的情况下的反弹，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刚才坚东兄讲得很好，明年我们要跟川普见面了，可别把这件事情搞砸了。川普也想跟我见面，我也想跟他见面，所以咱们不要把这事搞砸。玩到一定程度，说不定我可以拿这件事情当做一个筹码，将去玩川普的，对不对？所以简单说就是，这张牌呢，我留在手里面慢慢玩，我不要一下把它打掉。那个当然，像有人说，北京现在在绕着弯的喊话，叫高市呢道歉跟辞职，他们觉得辞职很严重，其实，在民主国家看来，辞职没什么了不起的，对不对？你觉得啊，这介东兄比我清楚。你觉得美国有多少人希望这个川普辞职下台？你觉得40%以上，对不对？那美国辞职就辞职嘛，没什么了不起。但对中共来说很了不起。那反过来说，中国大陆只要有一个人要求习近平辞职，你觉得这个人会怎么样？是不是？所以中国把他自己的事情投射出来了。但是我觉得未来发展啊，中共压日本，它会刚刚不是讲到这个反作用吗？他现在正在想要控制这个反作用，也就是你这样压的话，大家会同情日本，然后也会同情台湾，然后台湾当然同情日本，但日本对台湾这几年的感觉呢，感同身受哦，你们是这样过来的，把刚才监督话整理起来哈。现在中共对日本做这事情，对台湾都做过，禁水产啦，禁旅游啦，禁这禁那都做过了，只有一样没做。我派飞机、船舰包围你，然后对你包围打飞弹，这事我还没做。对啊，就这个事没做，这事当然不一定会做，因为这一做的话，等于我提前引爆美日安保，是我没有必要做这事儿，所以暂时不会。明老师刚刚讲了2个重点哈，一个就是说接下来这个风波呢要如何来观察，可能要看接下来中美之间的互动啊。我们继续来看的是高市早苗，就日本首相他的一番言论呢，引发了外交的轩然大波。现在不管从外交上、经济上，还有军事上，都看到中方也采取了相对的动作。那么11月18号呢，在大陆的外交部记者会上面，也看到了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啊，他就指责日本当局，他说日本右翼势力呢正在极力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在强军扩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强调中方有3个绝不允许啊，哪3个呢？第一个，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另外，第3就是绝不允许世界和平稳定再遭到破坏。3个绝不允许啊，其中有一个特别是讲到了军国主义的复辟啊，因为也有分析看法认为说，日本会不会透过这一次一个很难得的机遇啊？明老师，您觉得就是说，日本方面希望提升它的军事力量，进而达到它最终的目标是正常国家化这个目标哈？那您怎么看这个中方的回应？我们研究这东西啊，我们常讲说，跟中国交往呢，你得特别注意它的语言。我们看多了，不管看人民日报或什么，看环球网看多了之后呢，有的讲话口气都会不一样。就是我最早在台大上课的时候，学生说：“哎，老师，你是不是大陆来的？”我说：“不是啊，我台湾土生土长啊，出国念书然后回来。”他说：“怎么讲话像大陆人？”我就觉得说，《人民日报》看多了，不是《人民日报》看多了。我在说什么？中共一般呢，尤其在指责人家的时候，言语非常凌厉，非常恶毒。这是谁的传承呢？列宁的传承。列宁很早讲说，你要打击敌人，要用最恶毒的话语，把他骂脏骂臭，因为这样的话大家就会讨厌他。中共学了这东西呢，然后用这种方式呢去压迫跟恐吓对手，所以经常倒打一耙呢，颠倒黑白。我常讲说，中共骂台湾的话，你拿来看就是他自己干过的事儿；他骂日本的话，就是他自己干过的事儿。我就3段话呢，我就再说一遍：第一，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大家都很讨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是现在中共在大建军，远远超过他所需要，他是不是军国主义复活？英国外相前任的外相科维利呢？在这个唐宁街就公开演讲过，他说：“这个你现在这个建军的规模呢，超过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这建军规模。请问你有什么意图？你的意图如果不公开、不透明的话呢，容易引起误判。”他的话讲完之后，中方当然没回答，但是呢，英国外相批评呢，被欧美各国听到，所以 G7 后来重复这句话，EU 就是欧盟重复这句话，连北约都重复这句话。中共自己讲，我相信这个主持人跟各位都听过。我们建造海军的速度非常快，非常强大，像下水饺一样。
你在没有战争威胁情况下，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对，军队这个国家化，军队正常化或现代化，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超出所需的话，就被大家怀疑。那你的空军、你的这个火箭军部队、核武部队，然后你的这个电磁作战、跟这个网络作战、认知战等等，都大幅扩张，而且是遍布全球化，当然有这怀疑。所以日本今天就算整军精武化，基本上是回应中共的这个建军。这话我们在差不多10年前或11年前就已经讲过。当时呢，中共在大肆发展的时候，我们就说一定引爆亚洲地区的军备竞赛啊，这第一点。第二，绝不允许任何人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请问南海建岛，原来2015年明确答应说我不会建岛，也不会武装化的，现在这个至少4个大岛加上几个小岛呢，建军了，然后武装化了，然后准备内水化，各国自由航行把它拦下来。那么，请问谁在挑战国际秩序？然后中共进到联合国，进到各种 IGO 之后呢，扭曲规则，破坏 WTO 的规则，扭曲国际市场的规则，然后倾销等等，搞战狼外交，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然后又援助这俄罗斯去打乌克兰，那么是谁在挑战国际秩序？的第二点。第三，绝不允许世界和平稳定再遭破坏。那么跟菲律宾发生冲突，在东海、黄海、这个台海进行战备警巡，在各个地方进行飞行，这个危险的飞航、危险的航行、撞船等等，是谁挑起来的？然后战舰在没有宣布情况下跑到澳洲的外海去进行实弹射击，所以在2021年，也就是俄乌战争爆发前1年4月29号，我上另外节目我就公开讲过，我说俄国今天在那边演习了1个月之后退兵了，我还随时可回来。俄国回来真正打乌克兰的时候，就中共认真要想打台湾的时候，因为俄国打乌克兰只要打到西方呢不太还手或不敢还手的时候，中共认为我可以打台湾了。所以当时我在2021年4月29号，我明白用一个词就形容这现象，我说这叫做犄角之势。犄角之势就是俄国跟这个中共两国呢，双方东西相互呼应，共同挑战国际秩序。所以当时我就说，如果不好好回应的话，第3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第2次世界大战告诉我们经验就是，第一个国家破坏国际秩序不受到惩罚，就可能会引爆第2个国家去效法，第3个国家效法，到第2、第3个国家都破坏国际秩序的世界大战就爆发。所以当时我们讲的是这样，欧洲今天呢已经也讲同样的话。所以这3句话呢，简单说，中共习惯就是自打耳光贼喊捉贼。不好意思，我话比较重，但是我必须这样看。好，明老师顺着您这个话哈，因为当时这个我们看到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就是说当日本宣布存立危机事态之后哈，其实我们看到是一连串的有一些侵略的一些这个战争行为发生，但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建国以来，其实到目前为止是没有看到有任何往外去侵略的一个战争行为，不是吗？你会这样说吗？1950年的韩战，他被打成什么？联合国说他是侵略者，他帮助北韩侵略者去打人家，那不叫侵略行为吗？这第一个。第二，中印边界冲突，这当然可争议，这不能说。然后79年的这个跟越南的那个海战，那个可以争议。然后跟印度的那个摩擦可以争议，但说他没有侵略，那这样说吧，希特勒没有侵略前，大家不认为他是侵略者。但一旦他开始的时候，你怎么办？现在讲的就是说他有没有这个意图，而且我们知道共产主义是不会停下来的。OK， 这我们都很清楚了，对不对？现在这个影响已经造成了哈，就是说，G20马上也要开了啊。黄老师认为会影响到说 G20，就是特别是大家会关注的是中日两国的元首会不会会面这件事情，您觉得会有影响吗？那高市才刚刚跟习近平总书记这个见过面，那双方可以讲的话也讲了，不能讲的话都没讲。所以就算 G20没有你现在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去跟李强不会超过习总书记讲任何东西，而且在现在政治氛围情况之下，我觉得中日双方都是先顾内再顾外 ，OK， 所以双方不会有什么新的东西。我继续请教你，因为刚刚明老师讲说，中方这边我们看到其实接连的放狠话哈，那外交部也连番警告说，这高市早苗如果不撤回发言的话，会有更多进一步的报复。当然，首先看到就是从观光开始哈，然后呢，像是寄出了避免到日本旅行的这些警示通知，军事上呢，在黄海实施了实弹演习啊，然后19号最新的就是禁止日本的水产品啊，从
19号开始呢就禁止进口哈，所以现在不管是外交上、经济上、军事上的施压，那现在就看日本方面撑不撑得了哈，怎么观察这个后续？你看中美之间在较量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是对这个农业州，美国的农业州大豆、玉米，对，另外就是稀土，这种让大家感觉北京出手的时候是精准制裁，可是这次对日本呢，我觉得有点大意。我觉得标准拉太高，比如说叫对方一定要收回，这个杆子拉得太高。另外一个，其他手上的工具其实日本在以前也不是没有吃过亏，甚至稀土都吃过亏，所以日本在分散市场上面已经有好几年的这种调试了。那所以短期来讲它是高压，但是能持久多少？这个北京方面自己要去考量。如果弄到最后变成色厉内荏，我知道你工具箱东西很多，问题是你用了没有效的，那个就不叫对，你的工具就无效。对，所以我觉得短期内是有高压，除非高市内阁或者是自民党内部不同的派阀借机生事去给高市难堪。只要日本内政或者是自民党内部派阀没有问题，我觉得大陆这次调子拉得太高，效果可能有限。一下拉太快太高，对，太急应该是慢慢升高。对。因为通常我们不好意思我打岔，哪里？因为通常我们谈这事情呢，会有个刻度的问题。比如对这件事情，我最高是1，最低是10。我一开始先出呢，一出了3的话就过高了。所以刚刚那个黄老师讲意就是说，我一出先出到6。然后需要的时候你不乖了，我再升到5，再升到4，再升到3，再一步这样上来，我有很大的上下的这个调整的空间。这是我们平常讲做回应或者说危机处理的方式。所以刚刚黄老师讲的非常精准。你一下调太高之后，你变成骑虎难下。对，其实现在刚刚讲还有一个工具可以用，就是日本在华的大企业。那是可对付的，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要看日本怎么应对。而且刚刚黄老师有提到一个，就是双方包括中日内部都必须要先安内，这是当务之急哈。所以要先安抚在内部的压力，可能内部的压力恐怕会比来自外部的压力还要大。这部分的话，其实钟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有点应该会准备做好长期化的处理的准备。那么一开始为什么中国大陆反应这么强烈？我觉得有一个因素是，毕竟习近平才刚刚跟他碰面，习近平才刚刚 APEC 才刚见过，对，刚刚碰面之后没有多久，你突然大概7、8天吧，你就突然间做了这样一个陈述。而且这2天你也看到说，高市也特别再次强调说，跟习近平在 APEC 见面的那个大的共识是没有改变的。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当11月7号的时候，其实离跟习近平见面才刚过去1个礼拜，所以让北京会觉得觉得一开始调子不能放得太低。那当然一开始都是说要求他收回撤回，但是我相信北京也清楚，在外交场域上，你说要一个首相直接说我道歉撤回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北京有可能是先把调子拉高，我做好长期斗争的一个准备，但是最后的他未必会真正坚持高市必须要收回或撤回。其实可以有个替代的方案，像比如说在2012年9月到2014年那个钓鱼台国有化争议的时候，北京一开始也是要求日本必须撤销国有化，可是到2014年11月安倍习近平碰面的4点原则共识里面，基本上没有提这一点，只是要日本在文字上承认这个附近有争议。对，所以我觉得最后的解决，北京可能会要求东京方面必须要有新的陈述。那这些陈述呢，必须要符合北京的想法跟利益，那未必会坚持要说收回跟撤回，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这样讲。而且我觉得北京虽然一开始调子是拉得蛮高，但是他在施压的手段方面，我觉得还是保持一个控制。比如说刚刚大家提到的军事，大家提到黄海，提到钓鱼台，必须注意，目前黄海时代设计或钓鱼台，其实北京第一个他没有直接把它连在一起。第二个，这个东西北京其实可以解释说，这个跟这个事情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黄海时代军演，
第一次可能原本是例行的，第二次有点是故意的，因为是日本的那个局长要去跟中国外交部碰面，前一天他突然宣布延长。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演习的地点其实离日本很远，离南韩还比较近，对，范围也比较小。那至于说日本这个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台，从2012年之后就是这样，它每个月会有3、4次常态化的进入。所以目前中国大陆在采取的比较武力方面，基本上都是可收回的，基本上还保有弹性，还保有弹性。对，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也是注意说，我一开始不要牌赶快出，因为我要做长期化斗争的打算，做长期抗战的准备哈。而且最近您提到这个钓鱼台海域啊，就是中方的海警船进去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日方的海警船立刻就上，就表示说双方都不希望把这个态势拉到钓鱼台周边这个模式，从2014年之后就一直持续到现在。对，好。但是因为刚刚您提到的替代方案啊，就是说现在总要想办法找个台阶下，但这个台阶到底是什么呢？对中日双方来说，究竟解方如何？等一下回来继续聊。